中国经济这回是真的要凉凉了。2月20日，秦皇岛港5500大卡动力煤现货价格跌到了725元每吨，同比暴跌 22.79%， 直接创下2021年4月以来的最低纪录。这可不是普通的数字下滑，而是中国工业命脉被狠狠砍了一刀的血淋淋现实。曾经被视为经济发动机的煤炭，如今却成了烫手山芋，价格跌得让人心惊肉跳。背后的真相更让人毛骨悚然，需求崩了，库存爆了，中国经济这艘巨轮正在狂风巨浪中摇摇欲坠。先来看看这触目惊心的煤价崩盘。去年初，动力煤还能稳稳站在900元每吨的高位，哪怕到了年末消费旺季，也勉强守住了800元每吨的底线。可谁能想到，2025年刚开年，煤价就跟跳楼机似的直线坠落，今年内已经狂跌超40元每吨。更扎心的是，这波下跌根本看不到尽头。据业内人士透露，煤炭交易商已经慌得一批，市场上卖不出没人要的哀嚎此起彼伏。725元每吨是什么概念？4年前的低谷都没这么惨，现在的中国煤炭市场简直就是一片人间炼狱。再看看库存，简直是雪上加霜。截至2月13日，环渤海港口煤炭库存暴增至2959万吨，同比激增近 50%。 这意味着什么？煤卖不出去，堆成了山。更别提燃煤电厂那边，库存比去年同期高出710万吨，可用天数多了 4.7 天。听起来好像挺宽裕，但真相是电厂根本不用这么多煤，因为工业用电需求已经彻底萎了。据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的数据，2月14日统计的燃煤电厂发电量同比下降 2.3%， 今年累计发电量更是暴跌 13.9%。 负荷率呢？只有正常水平的 60%， 这数字低得让人怀疑电厂是不是干脆停工了。为什么这么惨？答案很简单，工业需求彻底塌了。中国国家统计局1月27日公布的数据一针见血，1月制造业 PMI 跌到 49.1%， 低于50的荣枯线，比上月还下滑1个百分点。工厂不干活，机器不转，用电自然崩盘。据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，2月14日燃煤电厂发电量同比下降 2.3%， 今年累计暴跌 13.9%， 耗煤量下降 11%， 负荷率只有正常水平的 60%。 这数字低得让人怀疑电厂是不是直接关门了。更别提最近冷空气来了，按理该提振电厂日耗，可结果呢？几乎没反应，连老天爷都救不了这波颓势。雪上加霜的是，进口煤还在背后捅刀子。德邦证券数据显示，截至2月11日，进口动力煤比国内煤便宜47元每吨，价格倒挂，直接把国产煤按在地上摩擦。国内煤商眼睁睁看着市场被抢，手里的煤却只能烂在仓库。有煤矿老板哭诉，再跌下去，关门大吉是迟早的事。725元每吨的现货价已让小煤商血本无归，大型煤矿也撑得满头冷汗。煤炭是什么？在中国，这是工业的血液，经济的命根子。可现在，这条命脉正在被抽干。海关总署数据显示，中国煤炭年产量高达48亿吨，占全球1半，可卖不出去就是一堆废渣。煤炭行业直接就业超500万，间接带动千万人生计。如今煤价崩盘，饭碗砸碎的声音响彻全国，失业潮的阴影已经笼罩大地。制造业低迷更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PMI 跌破荣枯线，订单没了，工厂停了，工业用电一蹶不振。动力煤跌到4年最低，暴露的不只是煤炭危机，而是整个中国经济的疲软。曾经靠基建和工业狂奔的中国，如今像是被抽走了灵魂，
满地只剩叹息和寒冬。有人问：煤价跌了，企业不是能省成本吗？这话纯属痴人说梦。需求不振，煤价再低也没人买，企业订单都没了，省那点钱有个屁用？更何况煤炭崩盘还拖垮上下游，从煤矿工人到运输司机，再到地方财政，全都得遭殃。中国煤炭科学研究总院估算，煤炭税收占一些产煤省份财政收入的30%以上。现在煤价塌了，这些地方的钱袋子直接瘪了，地方政府急得直跳脚，可谁也回天无力。这还不算完，中国还在自掘坟墓，一边喊着绿色转型，一边在2024年狂建94.5吉瓦燃煤电厂，创10年新高。欧洲能源与清洁空气研究中心和全球能源监测组织2月13日的报告，把这丑事扒得底朝天。这94.5吉瓦占全球煤电建设的93%，全世界32个国家还在筹划煤电，中国一家就顶所有人。更离谱的是，这不是缺电，而是用不完。报告指出，2024年最后3个月，化石燃料发电量高得离谱，太阳能和风能利用率却暴跌，清洁能源成了摆设，风吹日晒在那儿闲着，煤炭却烧得热火朝天。分析师直言，未来2-3年，新电厂投产，煤炭地位只会更牢。这哪是转型，分明是倒退到煤炭时代，把自己往火坑里推。中国去年还大吹特吹清洁能源多牛，官方数据确实亮眼，2024年新增风能和太阳能发电能力356吉瓦，是欧盟的4.5倍。可结果呢？报告戳破真相，清洁能源没取代煤炭，只是叠加在煤炭烂摊子上。这就像一个胖子嚷着减肥，却往嘴里塞汉堡，减肥药吃了也白搭。全球能源监测组织的数据更扎心，2023年中国煤电建设占全球95%，开工70吉瓦，比2019年增4倍，而其他地区新开工不足4吉瓦，创10年最低。中国逆流而动，不仅把自己推向气候灾难，还成了全球减排的最大拖油瓶。更讽刺的是，煤电热潮停不下来。去年批准的新煤电装机还有66.7吉瓦，提案中的项目68.9吉瓦。每吉瓦电厂年烧几百万吨煤，吐出1000万吨二氧化碳，这是在给自己挖坟啊！库存爆仓，煤价跌成渣，需求萎缩，可电厂还建个不停。一座1吉瓦电厂年运营成本5亿元，现在发电量暴跌，煤价崩盘，这钱谁掏？最后还不是老百姓买单。能源专家警告，再不刹车，煤炭过剩会锁死能源结构，清洁能源全废，国际形象也砸了。2020年，中国承诺2030碳达峰，2060碳中和，全世界都盯着看。可2月10日减排目标截止日，中国却搁了，外交部支支吾吾说今年再提交，谁信啊？报告直言，中国碳排放可能已达峰，但减排是痴心妄想。川普上台就推巴黎协定，中国本该当气候领袖，可现在自己也陷在煤炭泥潭里。全球煤电退役率创10年最低，中国功不可没。更惨的是，这波煤炭危机还引发了天灾人祸。四川宜宾君连县日前山崩，10户民房被掩埋，30余人失联，村民归咎地下采煤掏空山体。当地去年就显滑坡迹象，石块滚落堵路，可政府只用铁丝网围了路，没人管。如今山塌了，领导下令搜救，要查原因，可谁都知道煤炭滥采是祸根。据村民爆料，附近金九煤矿多年挖空地下，空洞扩大，早晚得出事。可当地官员装聋作哑，如今人命没了，房子埋了，才演这出高度重视的戏码。这场山崩只是中国煤炭悲剧的一个缩影，天灾人祸接连上演，
苦的还是老百姓。煤炭曾撑起中国工业化，如今却成了经济毒瘤。煤价暴跌到725元每吨，库存堆到2959万吨，电厂过剩94.5吉瓦，天灾频发，千万人生计悬一线。碳中和成笑话，经济命脉断了，中国这艘船正在黑暗中沉没。工厂停工，工人失业，地方财政崩盘，山崩地裂接连上演。这场寒冬才刚开始，谁也逃不掉。